她是中国的国母孙中山的遗孀，一个近乎圣人的存在。但她死后，亲妹妹宋美龄却痛骂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惊天的秘密？朋友们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女性，她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宋庆龄。在官方的宣传里，她几乎是一位完美无瑕的圣人。她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伴侣，是坚定的革命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是被亿万人尊崇的国母。然而，当她1981年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她的亲妹妹宋美龄却留下了一段冰冷到近乎残酷的评价，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这位国母的认知。宋美龄说：“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可不悲哉？众叛亲离，孤苦无依。”这不是普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口角，这是对所谓国母一生功过最彻底、最无情的全面否定。在自己家人的眼中，宋庆龄竟然是一个不忠、不仁、不孝、不节、不义之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庆龄的一生究竟是国之瑰宝，还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孤魂？这位被官方精心塑造成完美国母的女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暗黑真相？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一个你可能从未了解过的真实的宋庆龄。要理解宋庆龄，我们必须先从她的家庭，她那个极其不平凡的父亲说起。宋庆龄的父亲大名鼎鼎的宋家树，祖籍海南文昌，但他的人生起点却是在遥远的美洲大陆。12岁那年，他还是个懵懂少年，就跟着舅舅漂洋过海去美国谋生。在那里，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次奇妙的转折，他成了一名基督教的传教士。但宋家树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他极具商业头脑，一边传播着上帝的福音，一边又靠着经商积累了巨额的财富。1886年，他带着上帝的使命和满口袋的美金回到了上海。于是，这个男人的一生就始终披着两层看似矛盾的外衣，他既是虔诚的牧师，又是精明的富商。也正是在这种双重身份的背景下，他遇见了那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整个家族命运的人——孙中山。当时的孙中山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怀揣着颠覆满清的革命理想四处奔走，却缺钱、缺人、缺影响力。宋家树被孙中山的理想深深吸引，迅速沉迷其中，成为了最早的一批革命天使投资人。在孙中山最艰难的岁月里，宋家树的钱袋子成了他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支撑，两人也因此结下了长达20年的深厚友谊。1893年，宋家树在上海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女儿宋庆龄。作为一个在教会家庭长大的孩子，他自然有个好听的英文名，叫 Rosamond。宋庆龄虽然祖籍在海南，但她跟海南其实没有半点关系。她从小就生长在上海的租界里，呼吸的都是西方的空气。她的母亲倪桂珍本来就是上海本地的名门闺秀，所以整个家庭环境是彻底的海派西化。她在上海度过了14年的童年和少女时光，因此说的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实是，她并不会说我们大众意义上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后来我们在那些黑白纪录片里听到他讲话时，那种非常奇特的口音，其实就是这段租界生活的遗产。这也带来了一个更奇特的事实：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和国母的宋庆龄，他们两人之间日常交流竟然不是靠中文，而是靠英语。堂堂国父与国母竟然需要用一种外来语言沟通，这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荒诞感。14岁那年，宋庆龄被父亲送往美国，进入了乔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学院深造，最终在20岁那年，她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这个时候的她已经是一个思想、事业、生活习惯都彻底西化的知识女性。她和那个风雨飘摇、依旧停留在传统与动荡之间的中国社会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她更像是一个被西方教育、租界环境和新思潮共同塑造出来的中间产物，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所有政治选择。
无论是选择与孙中山结合，还是最终选择投向中国共产党，都带着这种独特背景的深刻印记。在宋庆龄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孙中山身边的英文秘书一直是他的姐姐精明能干的宋霭龄。等到宋庆龄学成归国，于1914年顺理成章地从日本接替了姐姐的位置，从此成为了孙中山身边最亲近的助手。两人的相逢如同干柴遇上了烈火，一位是48岁饱经沧桑、充满领袖魅力的中年革命家，另一位是21岁青春貌美、充满浪漫革命理想的知识女性。他们的关系迅速地越过了同事的界限，燃起了爱情的火焰。但这场爱情在当时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禁忌和荒诞。首先是年龄，孙中山比宋庆龄足足年长了27岁，这个年龄差距在那个年代足以让所有人侧目。其次，孙中山并非单身，他有原配妻子卢慕贞，两人的婚姻关系还在，并且他们还共同养育了3个孩子。但真正最让人震惊，也最不符合道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个事实：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是孙中山20年的老朋友，是他的革命金主，是他在最困难时期的坚定支持者。换句话说，在感情上向来有些生冷不忌的孙中山，这一次跨过的不仅仅是年龄的辈分，更是友情和道义的底线。这件事儿到底有多荒唐呢？打个比方，就好像有一天你参加了大学毕业20年的同学聚会，和你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同学好兄弟把酒言欢，回忆青春。酒席散了之后，你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老同学竟然挽着你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的手，一同走进了酒店的房门。那一瞬间的背叛感、荒谬感和冲击力，足以让任何一个父亲窒息。而这正是宋家树当时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孙中山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一旦他和宋庆龄的事情捅破，这个消息会像一把尖刀直插老朋友宋家树的心口。所以在真相揭开之前，他打算先写封信探一探老宋的底。但这封信写得极其暧昧，充满了算计。他不敢直接说老宋啊，我看上你女儿了，我要娶她，而是绕了一个巨大的弯子。信的大意是：我亲爱的朋友，你那个宝贝女儿 Rosamond 最近好像爱上了一个超级叛逆者。如果她真的跟这个叛逆者在一起，将来或许能有皇后一般的尊贵地位哦。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你看，孙中山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把自己隐匿起来，称作是叛逆者，甚至还用皇后的地位来暗示自己是未来的帝王，以此来试探宋家树是会因此感到兴奋还是愤怒。然而这封信却闹出了一个天大的误会。宋家树看到叛逆者这个词，他的第一反应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者，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叛逆者其实就是跟他有着20年交情的老朋友孙中山本人。于是宋家树回信时写的斩钉截铁，大意是：我对 Rosamond 爱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深感震惊，这简直是荒谬。他是个天真的孩子，绝不可能和反革命产生任何关系，更别提什么皇权富贵了，请你放心。结果就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鸡同鸭讲。眼看迂回策略失败，宋庆龄决定亲自回到上海家中，直接摊牌。她告诉父母，她要嫁给孙中山。母亲倪桂珍当场勃然大怒，整个宋家都陷入了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可宋庆龄的决心早已如铁一般坚定，她选择了与整个家庭决裂。一天深夜，她悄然离家。孙中山的另一位秘书朱卓文早已经开车守候在门外，悄悄地把她接走了。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野史说法，说那天晚上宋庆龄是跳窗翻墙离去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仿佛一场为了爱情和理想的浪漫夜奔。但多年以后，宋庆龄自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直接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他只是平静地推开了家门，走了出去，没有戏剧性的翻墙，只有与家庭决裂时的那种冰冷的平静。就这样，他踏上了通往日本的道路。最终在1915年10月25号和孙中山在东京仓促结婚。对于这场饱受争议的婚姻，孙中山曾经对他的革命同志说过一句话：我爱我国，我爱我妻，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
这句话听上去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但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抛弃原配妻子、另娶挚友之女的行为，寻找一种革命的合法性。所谓的革命者不能受社会恶习所支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为了我崇高的革命理想，世俗的婚姻伦理不重要。而宋庆龄则当众表态，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这也等于向所有人表明，他的这次献身不仅仅是个人的爱情选择，更是他在政治舞台上递上的一份投名状。宋家树心急如焚地赶到日本，却没能阻止婚礼的举行。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宋家人也只能在时间的冲刷下，逐渐接受了这个生米煮成熟饭的残酷现实。婚后的宋庆龄依旧扮演着孙中山秘书和助手的角色，帮他起草文稿、处理公务，跟随他四处流亡。他的婚姻生活更像是一场无休止的革命事业的延伸，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归宿。甚至连他的信仰也在这场婚姻中悄然发生了改变。宋庆龄的童年深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她的兄弟姐妹，无论是宋霭龄、宋美龄还是宋子文，都是公认的虔诚基督徒。宋美龄甚至把自己的丈夫蒋介石从一个无神论者也发展成了基督徒。然而，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后，却渐渐地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到了晚年，他已经公开发表无神论的言论，甚至在信中坚称孙中山也从不信上帝，强调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过，对宋庆龄人生最大的冲击并不是这些，而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或许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革命领袖，但却并不是一个在危难关头有担当的丈夫。很快，一件事情的发生就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一根刺，也让他对孙中山那份炽热的感情变得冰冷，甚至可有可无。1922年的春天，孙中山再次试图以武力来改写中国的政治版图。他以北伐为号令，宣称要直取北京，推翻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此同时，孙中山自己在南方自封为非常大总统。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说当年的总统大选22个省里有5个缺席，因此徐世昌是非法总统。面对孙中山的咄咄逼人，徐世昌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克制。他公开表示，为了避免国家再次陷入战火，他可以主动辞职，但条件是孙中山也必须一并辞去那个非常大总统的职位，大家重新举行全国大选。孙中山表面上答应了，说要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到了6月，徐世昌当即兑现承诺，宣布辞职。全国舆论随之汹涌，纷纷要求孙中山也履行诺言，一起下野。可是孙中山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沉默与回避，装作从来没有许下过这样的承诺。他继续高举着北伐的旗帜，眼睛死死地盯着北京的总统宝座，野心熊熊燃烧。这个时候，孙中山催促当时驻扎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部北伐。然而，陈炯明的军官们却公开表示反对。他们在广州张贴告示说，国会已经恢复，护法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请孙中山先生下野已成大功。这一下可把孙中山给惹毛了，他勃然大怒，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谴责陈炯明的部下，并且放出了一段极其血腥的威胁。他说，若不服从命令，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吹牛，但这回大炮更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要用开花弹，或用8寸口径的大炮试一试。毒气弹保管3小时内把他60余营陈家军变成粉泥。他甚至要求报界必须把这种赤裸裸的血腥威吓广泛刊登，当成一种政治宣示。就这样，一个原本打着民主旗号的革命领袖，彻底亮出了铁与火的獠牙。所谓的护法和北伐，不过是他自己试图攫取最高权力的借口。陈炯明和他的部下们终于忍无可忍，他们下定决心要用武力将这位赖着不走的非常大总统赶出广州。几天之内，军队开始在孙中山的总统府周围秘密布防，一场兵变一触即发。总统府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不断有人传来消息，劝孙中山尽快离开。然而他却一次次的拒绝，说时机还没到。直到6月16号的凌晨1点左右，他接到了最后的警告，陈炯明的军队将在黎明时分发动总攻击。这一次他知道时机到了，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逃走。
孙中山换上了一件普通的长衫，戴上墨镜，在几个便衣卫士的护送下，匆匆离开了总统府。他还随身带着成堆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他与苏俄代表秘密会谈的档案。他们一路畅通无阻，下到广州的街道上，叫来了几辆人力车，直奔码头。很快，一艘汽艇就把他们接上了听命于孙中山的军舰。从离开总统府到抵达安全地带，整个过程总共不过1个多小时。夜里3点不到，这位大总统就已经安然无恙了。可是他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宋庆龄却被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炮火即将覆盖的总统府里。拂晓时分，陈炯明的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要抓捕的大总统早已经逃之夭夭。但由于宋庆龄还在府中，孙中山留下的50名卫队只能拼死抵抗。一时间，枪炮声大作。多年以后，宋庆龄亲自用英文写下了《广州脱险》这篇文章，向外界描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文章中写道：“我觉得带着一个女人走对她不方便，坚持要她把我暂时留下来。”她还说自己当时对丈夫说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这句话表明了她当时已经做好了为丈夫、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然而，真正令人感到心寒的是孙中山在安全逃离之后的举动。当他在凌晨3点前抵达海军司令部的时候，距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此时，陈炯明的部队还没有动手，他完全有充足的时间派人送个信，让宋庆龄也立刻撤离。但是，他没有。他确实派了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总统府附近，但目的却只是为了侦察敌情，并没有携带任何给妻子的口信或者撤离的指令。他的妻子就这样被蒙在鼓里，还天真的以为丈夫身处险境，坚持要死守在总统府中，吸引敌人的火力。黎明时分，陈炯明的部队发动了总攻。宋庆龄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总统府已经陷入战火，卫队用步枪和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人用的是野地炮，我的澡盆都被打得稀烂。到了早上8点，我们的弹药只剩下很少了，只得停止回击，保存剩下的，等待最后的时刻。直到这个时候弹尽粮绝，宋庆龄才在卫兵的护送下开始撤离。与她丈夫轻松地乘坐人力车和汽艇离开不同，宋庆龄的这场逃亡是一场真真正正残酷无比的生死搏斗。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整整8个小时，她一直都处于枪林弹雨之中。途中，一名随行的侍从中弹倒下，不能再走了。宋庆龄换上她的帽子，披着她的雨衣，在2名卫兵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满城都是疯狂扫射的士兵和隆隆的炮声。她几近绝望，甚至一度恳求卫兵给自己一枪，以求解脱，但卫兵们没有答应，一边一个人像架着麻袋一样架着她，拼命往前走。路上，他们还遇到了一群暴徒，突然从小巷里涌出，几人只能立刻卧倒在地，装死，才侥幸逃过一劫。再往前，他因为惊吓和劳累，直接晕倒在了一户农舍里，才算暂时苟活，冷水和扇子把他救醒。但接着，他又听到一声枪响，另一名护卫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最后，他化妆成一个乡下的老农妇，拎着一个篮子，才终于逃入了一位朋友的家中。整夜炮声隆隆。这个时候，他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之所以城中大乱，是因为孙中山的军舰正在猛烈地炮轰广州城。她也才终于明白，她的丈夫孙中山早就安全了。而这正是这起事件中最关键也是最黑暗的内幕。孙中山在凌晨的时候完全有时间、有机会轻松地把宋庆龄一起带走。宋庆龄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撤离，是孙中山可以让她留在总统府当一个诱饵，只要妻子还在里面，卫队还在里面，战斗就会继续。而陈炯明对总统府的攻击，正好就给了孙中山一个完美的借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令，从军舰上炮轰广州城，把陈炯明塑造成一个叛乱者的形象。于是，当几十名中外记者冒着炮火登上军舰，劝他停火时，孙中山表现得理直气壮。他声称陈炯明攻击他的住宅，而他的妻子还在那里，所以他不得不反击。他还对记者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自己才刚逃出来几分钟，对方就已经开火了。他是为了维持正义才命令海军开炮的。炮火轰鸣之际，他面对记者却显得异常亢奋。
据在场者的回忆录记载，他且谈且笑，甚至在众人面前兴奋地宣告：“今日之意，毕生所未有也。”至于那个还在总统府里怀着身孕生死未卜的妻子，他似乎没有丝毫的挂念。在孙中山的革命叙事里，妻子的鲜血和眼泪不过是他用来开炮的筹码罢了。宋庆龄的这场劫难整整持续了2天2夜。但在整个九死一生的过程中，她的丈夫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去救她，最终还是她自己拨通了当时岭南大学校长的电话，请求救援。校长想尽办法才把她安全地送到了孙中山的军舰上。军舰上的重逢极为短暂，之后宋庆龄身心俱疲地返回了上海。途中，她因为极度的惊吓和劳累不幸流产，而且从此永远地失去了生育的可能性。这一次的打击对宋庆龄来说是摧毁性的，她的痛苦是如此深沉，却又无法向外人公开表达。在日后的文章中，她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不敢提及。她的美国朋友艾玛·米尔斯见证了她当时最孤立无援的样子。那天，宋庆龄狼狈不堪地回到上海家中，艾玛正巧在场。她在日记里写道：“宋庆龄弱小无力，脸色苍白到了极点。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孤单的人。活下来本是侥幸，但失去孩子，断绝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未来，再加上意识到自己被丈夫当成了政治工具来利用，这才是真正的毁灭。”宋庆龄愿意为丈夫牺牲，但她无法接受的是，孙中山是故意让她留在总统府，用她的生命来引诱敌人开火，这一点不可饶恕。多年以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问他：“你是怎样爱上孙中山的？”他的回答冰冷而又缓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我没有爱上他，我是远距离的英雄崇拜，一个浪漫女孩的念头。我跑离家去为他工作，我想要救中国，而孙博士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这句话极其冷漠，像是在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次公开的判决。或许他曾经付出过少女般炽热的感情，但那份爱早已经死在了1922年广州的血与火之中。他终于看清，那个他曾经仰望的英雄，并不比自己更高尚，不比自己更美好，也不值得自己全心全意地去为之牺牲。但宋庆龄没有选择离开孙中山，因为他比谁都明白，如果在这个时候彻底决裂，他将失去一切，重新变回那个除了宋家二小姐身份外一无所有的普通女人。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也更冷酷的道路，他继续扮演着孙夫人的角色，但这段关系已经不再是爱情，而是一场政治交易。他决定要用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场残酷的觉醒。她从一个浪漫的少女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懂得权衡利弊的政治女人。她想得很清楚，如果要继续这段婚姻，她必须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位置。她不愿意再像过去一样缩在孙中山的身后，像个影子般替他敲打字机，记录谈话。她要和他并肩而立，要在公众场合成为他的政治伴侣，而不是一个沉默的附庸。其实宋庆龄早就提出过这种要求，但一直被孙中山拒绝。理由是中国人还没有习惯看到领袖的妻子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这一次，宋庆龄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筹码。他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挣扎过，他的这段经历已经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故意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那篇自己惊心动魄的逃亡回忆录。这不只是在倾诉个人的苦难，更是在向孙中山和他的所有追随者进行一次公开的宣誓。他的地位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容任何人否认。孙中山炮打广州，在政治上收效甚微，最后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当他见到妻子时，他明白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心中有愧，于是对宋庆龄的要求一一答应。那些曾经反对宋庆龄公开露面的人也开始闭嘴了。宋庆龄在总统府里的坚守，在血与火中的牺牲，让他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女性的勇气。从这一刻起，宋庆龄才真正以孙夫人的身份走到了公众的面前，开始塑造起自己独立的政治形象。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1922年9月，他写信给美国朋友，请他帮忙定制200张最时尚的名片，名片上只印着5个字：孙中山夫人。于是宋庆龄正式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孙夫人。
从这个时候起，他依靠着与孙中山的这段特殊关系，正式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舞台。1924年，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抱病北上，并最终见证了他在1925年3月于北京病逝。自此之后，32岁守寡的他，一生都始终徘徊在2个身份之间，一方面是国母的耀眼光环，另一方面是一个被各方势力争相拉拢和利用的政治遗孀。剥开那层光鲜的外衣，她其实只是个寡妇。而孙中山留给他唯一真实且可以被利用的遗产，不是财富，不是权力，而是那份可以被不断消费的政治声望。孙中山死前极力推动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成了宋庆龄赖以维系自己政治存在的唯一基石。因为他曾亲自陪同孙中山与李大钊会面，也曾在场见证了他和共产国际代表岳飞的秘密谈判。这些亲身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否认这条路线，因为一旦否认，不但是推翻了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更是等于亲手摧毁了自己在政坛的立足点。1926年，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2大上，他高调发声，坚决支持联俄容共。在外人眼里，这是他在继承国父的遗志，但在冷酷的政治现实里，这却是他与国民党主流派彻底分裂，并最终踏入共产党怀抱的第一步。1年后，局势巨变。1927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右派在南京另立新政府，并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412清党，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7月，宋庆龄公开发表声明，愤怒地指责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个月，曾经和他并肩战斗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在看清了共产党试图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真实意图后，也转而支持清党。至此，宋庆龄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被整个主流政治彻底抛弃，无处立足的他选择了出走。他声称是为了继承孙中山的遗愿，代表国民党政府去访问苏联，但事实上这是一次被迫的投靠。1927年9月，当他的火车缓缓驶入莫斯科车站时，等待他的是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和急切的拉拢。至此，这位年轻的寡妇彻底卷入了由莫斯科操控的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势力漩涡之中。当时，另一位国民党左派大佬邓演达也在莫斯科。那个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谋划如何改造中国的革命棋局。他劝说邓演达加入共产党，并承诺苏联会支持他取代陈独秀，成为新一代的中共领袖。但邓演达拒绝了。他表示自己确实希望中国能走向社会主义，但他绝不愿意成为中共的一员。因为早在蒋介石清党之前，邓演达、宋庆龄以及部分中共领导人就曾秘密酝酿过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解散共产党，重新改造国民党，另组一个第3党。这个第3党的设想根植于当时国共分裂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宋庆龄无法接受蒋介石抛弃苏联，转投英美怀抱的做法；另一方面，像邓演达这样的国民党左派虽然向往社会主义，但同时又对中共在湖南等地推行的那种血腥暴力的土地革命充满了警惕。在这个构想中，宋庆龄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她是国母，是这个新政党最完美的精神领袖和旗帜。但冷酷的现实是，宋庆龄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系统的政治理念。这个第3党的理论框架大多来自于邓演达。邓演达的目标是推翻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一个所谓的平民政权，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些政策跟孙中山晚年的理念基本一致，也更符合宋庆龄的政治立场。然而，这场看似前途光明的计划很快就被斯大林亲手扼杀了。原因并不是理念上的冲突，而是更冷酷的权力算计。当时在莫斯科，斯大林正在和他的政敌托洛茨基进行殊死的政治搏斗。他需要维持一种假象，那就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路线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如果承认在中国成立第3党是必要的，那就等于承认此前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而这会严重削弱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威。于是责任必须转嫁，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
指示执行的人搞砸了。斯大林抛出了2个人当替罪羊，一个是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另一个就是曾经参与第3党构想的中共领导人谭平山。第3党计划也被莫斯科盖棺定论，定性为背叛阴谋，是必须被清除的毒瘤。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幻想就这样被斯大林的一己之私一脚踢得粉碎，失去了莫斯科的庇护。宋庆龄并没有停手，他带着母亲寄来的钱去了德国柏林，与早已等在那里的邓演达会合，继续筹划他们的革命小组。但这个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第3条道路，最终还是彻底破产了。邓演达回国后，虽然积极联络各路军阀发展组织，但最终还是被蒋介石提前察觉、逮捕并迅速处决。邓演达之死也直接造成了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彻底决裂。终其一生，宋庆龄都将蒋介石视为深恶痛绝的仇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邓演达是他的政治盟友，对宋庆龄来说，邓演达代表的是另一种可能，一种让他不再只是一个政治遗孀的可能。他在32岁就守寡，正因为如此，宋庆龄一生的绯闻极其之多，从未消失过。其中邓演达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一些海外媒体甚至直接称呼他为宋庆龄的情人。1927年，宋庆龄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去美国，而是执意去了邓演达所在的柏林，并以化名在那里生活。在德国的那几年，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当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几乎失去了理智，他拼命地营救，甚至不惜打破自己绝不向蒋介石反动当局求情的誓言，亲自跑到南京去求他的妹夫蒋介石。一个堂堂的国母，竟然为了一个男人低声下气，一次又一次地去向自己最痛恨的政敌求情。当他第3次找到蒋介石，得到的却是“你已经见不到他了”的冰冷答复时，他瞬间明白邓演达已经死了。愤怒之下，他当场掀翻了茶几，而蒋介石则狼狈地逃上了楼。邓演达的死让宋庆龄毫不犹豫地彻底地倒向了蒋介石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史学界有一个观点被广泛认同，那就是宋庆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但这里的共产党并不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个中共，而是更高一级的组织，由苏联直接操控的共产国际。中共领导人廖承志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1933年5月的一次秘密接触。那天，宋庆龄突然神秘地出现在他家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身份：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所谓的最高方面，正是共产国际。苏联解体后，一份被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更是直接点破了宋庆龄的秘密身份。那是一份1934年的谈话备忘录，里面明确提到关于孙宋庆龄的问题，他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他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一旦成为党员，他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这段文字不仅确认了宋庆龄确实已经秘密入党，更用一种冷酷到极致的口吻点明了宋庆龄的真正价值。他只是一个因为国母身份而特别好用的工具人，宋庆龄也确实为共产国际执行了许多重要的秘密任务。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营救一对被捕的特工夫妇牛兰夫妇。这对夫妇表面上是瑞士公民，实际上却是苏联安插在中国的核心特工，负责为中共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输送活动资金。他们被捕后，莫斯科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宋庆龄就是这次营救行动的主要执行人。他代表斯大林找到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具诱惑力的交换条件，用蒋介石被扣留在苏联当人质的儿子蒋经国去交换被囚禁的牛兰夫妇。然而蒋介石的反应却异常坚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宁可让经国被扔在荒野，甚至被苏联杀害，也绝不会为了换回自己的儿子而放走这种危害国家的罪犯。”交易失败后，宋庆龄并没有收手，他开始公开攻击国民党，指责蒋介石冷血无情，同时利用自己的身份组织各种所谓的民权保障同盟，表面上是推动民主自由，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营救那对苏联特工。当然，宋庆龄为共产国际做的最多的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共。
他利用自己孙夫人的特殊身份，在国民党高层和地下党组织之间传递情报、输送物资，成了苏联与中共手中一枚格外好用的棋子。中共特工潘汉年后来就这样评价他：孙夫人坚定不移地和我党合作，他用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对于宋庆龄投身共产国际的这一切，他的家人们其实心知肚明。有一次，他的弟弟宋子文直接当着他和宋美龄的面点破了这件事，说：你们要是想跟洪兴直共产党接触，大可以通过二姐嘛。换句话说，宋庆龄的秘密在宋家内部早已经不是秘密，但出于血脉和亲情，他们集体采取了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不说破也不追究。正因为如此，宋庆龄才能在危险的边缘徘徊多年而不被清算。蒋介石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容忍，因为要动他，就等于同时与国父和宋家开战，这个政治代价他承受不起。于是宋庆龄就成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存在，一边是国民党眼中的叛徒，另一边是中共手中的王牌，一边是宋家的二姐，另一边却是苏联眼中最有价值的政治资产。宋庆龄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奔走了多年之后，终于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时收获了他应得的回报。他被抬上了国家副主席的高位，他的名片上堆满了各种高大上的头衔，他还频繁地出访各国，成了这个新政权对外展示形象的一个完美的符号。然而随着中共政权的逐渐稳固，他这个政治花瓶的作用也开始迅速地走向贬值。1953年，毛泽东宣布搞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是对私有工商业的剥夺。宋庆龄写信给中央直言不满，说共产党曾经许诺要保障资本家的利益，如今却自食其言。这封信换来的却是毛泽东一句冷酷的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是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几年后，毛泽东又掀起反右狂潮，宋庆龄又写信天真地问：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反对共产党？这番困惑换来的却是毛泽东更进一步的定性：我们同他是不同阶级。这句判词很快就有了实际的政治后果。1959年，当讨论是否继续让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时，毛泽东、林彪和康生都投了反对票。文革一声炮响，宋庆龄这个昔日的国母更是变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南京的孙中山铜像被红卫兵粗暴地拆走，红卫兵和造反派接连围堵他的住所，用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喊口号，要求他改掉资产阶级的发型。他家里充满艺术气息的匾额、楹联、西洋油画，全都被当成封建余孽付之一炬，换上了毛泽东的语录和选集。然而最致命的打击来自上海，红卫兵砸烂了宋家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棺木被撬开，尸骨被扔得到处都是。当这些照片被寄到北京，摆在宋庆龄面前时，根据书记载，这个向来以坚毅示人的女人第一次精神崩溃，当场放声痛哭。晚年的宋庆龄几乎就是在一场无声的绝望中度过的。她曾经连写7封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字里行间充满了困惑和愤怒。其中一封，他这样写道：一夜之间天塌下来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30-40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现在的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番话在当时无疑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说出的。毛泽东对他的抱怨早已厌倦。1970年，他对周恩来说，他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自明，你要是再不闭嘴，就赶紧滚。周恩来去传达时，换了一番体面的说辞。宋庆龄听完，只是苦笑着回答：是否想我胎死腹中，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这句话已经是一个彻底绝望之人的自白。他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被利用完、即将被丢弃的摆设。他开始以各种理由拒绝出席官方的活动，甚至直言：我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他本人在弥留之际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特别批准他为正式党员。
但中共党史专家何方却撰文说，当宋庆龄听说中共准备吸收他入党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这或许才是他最真实的心境。对这个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政党，早已冷彻心扉，绝望透顶。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他死后，中共为他盖棺定论，送上了一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帽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道具，被利用到死。临终前，宋庆龄曾经留下过一句意味深长的遗言：“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于是他的骨灰没有和孙中山合葬在南京中山陵，而是被安放在了上海万国公墓，他父母墓地的东侧。不够格这3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是她对那个曾经利用过她的丈夫早已心灰意冷，也或许是她在心底里承认了自己最终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就像她的妹妹宋美龄评价她的那样，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她年轻时把孙中山的遗志当作信仰，把联俄容共当作政治使命。她中年时把共产国际当作靠山，为中共的崛起跑前跑后。她晚年时更是被抬上了国家副主席的高位，成了中共最耀眼的政治花瓶。然而她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当她提出疑问时，换来的是毛泽东冷冷的一句：“我们同他是不同阶级。”当他父母的墓地被红卫兵掘开抛尸时，他纵然是所谓的国母，也只能失声痛哭，却无力阻止。毛泽东和中共之所以给予他极高的地位，从来都不是因为真正尊重他，更不会把他当作平等的伙伴。他们看重的只是他国母的特殊身份和巨大的影响力，可以用来对海内外进行统战，为自己的政权涂脂抹粉。事实上，不仅是宋庆龄，一个集权体制和政党是不会给任何人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把人当成工具，直到榨干最后一点价值为止。宋庆龄的一生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警示，或许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一个独裁的政党和体制，永远不要轻易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利捆绑在一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的反馈是我们的动力。感谢收看，感谢订阅。